那你觉得林满江这次会怎么做？他肯定会把我拿下来的。你说不定会把皮丹派过来当这个董事长吧？把皮丹派过来，皮丹的能力咱先不说，这次事情是因他而起的吧？光明花园别墅总得有个说法，林满江会这么不管不顾吗？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如果林满江是这种人，班，那咱这辈子就都瞎了眼。不是林总，你别怪我发火啊。这个齐本安真是太欠管教了。这上任没几天，就追着我找茬啊！从荆州追到了昆明，又追到了西双版纳，这一路上是游山玩水啊，严重违反了新颁布的8项规定精神。哎，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呀。齐本安他一路上游山玩水，可不是吗？这什么时候事儿？这是顶风违纪啊，太放肆了！这就是他刚刚上任之后的事儿啊，这可不是有谁胡编乱造的，这是证据确凿的。他是跟他那个办公室主任叫吴斯泰，2个人一起去的。吴斯泰在网上是四处招摇，影响也太坏了呀。这些问题你一会儿会上都要说，啊？行。这个齐本安，过去倒还是不错的，现在是变化太大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顾大局，不顾影响。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太自以为是了吧？要和我们集团闹独立，要再这么纵容下去的话，让他在荆州中府搞割据，我们中福集团早晚有一天会出大乱子。是啊，是啊，所以齐本安坚决要拿下来。皮董啊，有个事情我真得提醒你一下啊，别墅的事儿你千万要注意，赶紧处理好，别让齐本安在上面做文章。做什么文章？他们有什么文章好做的呀？别墅这件事，领导又不是不知道。没错，别墅确实是傅长明送的，可那也是领导送的呀。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防止那个齐本安他使坏呀。我明白了，回头我跟领导商量再说，啊，先这样。好，好啊，哪天咱们聚一下啊。所以啊，你自己也留个心眼儿，把过去这些年的事儿好好复个盘，仔细回忆一下，那些违规违纪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林满江撤走的那些批条到底是什么内容，免得他们诬陷你。会这么严重吗？林满江对我也会不管不顾吗？别的可能不会，但只要你危及到他的锦绣前程的话，他肯定会把你一脚踢开。齐本安是该拿下来，但是你要让皮丹来接任这个董事长，是不是有点太轻率了呀？皮丹是有点不太负责任，能力也不够。但是你让我现在临时抓谁去？是啊，是。不管怎么说，他对荆州还是很熟悉的，是吧？所以老信啊，我跟你交个实底儿。比皮丹强的干部不是没有，但是他一时现在顶不上去啊，是吧？所以皮丹他现在就是一皮蛋，我们也得用他，啊。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听你的呗。不过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张继英沟通一下啊？怕是他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想法吧？是。沟通过了，不理想。那要不然就等你跟他沟通好了之后，咱再开这个会。
老金啊，你是想看着荆州中府地雷爆炸吗？啊，不，我没这个意思。那我不说了，您来定谁我都支持。张书记，没事说，我先走。好，王主任，我走了。好。就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再补充进去，好吧？好的，就这样。喂，徐书记。哦，季莹啊，有事吗？有件事情，想向你汇报一下。你等等，就这吧，你们先回。好的，请说。刚刚收到林满江的通知，晚上要召开党组会议，研究荆州中府干部调整的问题。戚本安同志恐怕要被拿下了。看来，戚本安是碰了他的要害问题了，他坐不住了啊。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但是前几天戚本安向我汇报过皮丹涉嫌收受长明集团一栋别墅的事情。我问你，现在能够参加党组会的，在北京的有几个委员？据说靳职员留下来了，在京的党组成员一共是5位，包括高董吗？高董现在病重，在医院，恐怕……这样，你给高董打电话，就说我说的，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参加这个党组会议。另外，给上海的秦总打电话，让他一定要在下午6点以前赶到北京参加这个党组会议。好的。记住，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搞一言堂，一手遮天。好的，徐书记，我马上去联系。老王，你这样，从现在开始，你辛苦一下，加一加班，全部都复印出来。还有关于那个小金库的账目，要一笔一笔的核实清楚，不管涉及到谁。哎，老牛，我跟你打个招呼，林满江要对你下手了，陆建设今天也许就会找你，你看看怎么办？要不要继续住院？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已经出院了，刚办的手续啊。那就辞职吧。人家不待见咱也没必要为这1000块生活费这么卖命了。你听我的，抓紧，赶快把辞职报告交给戚本安。这不好啊！我昨晚上刚答应戚本安陪他走一场呢。别陪了，戚本安自身难保，也要下台离开荆州了。好。喂，老牛。是，我可能会离开荆州。但是老牛，我不希望你辞职。中福集团不是林满江的独立王国，荆州中府也不是谁的封建领地，你得挺住了。你放心，我绝不会甩手不管的。本安，你让我想想吧。李总，辛苦。黄庆元这养鸡场6天的鸡呢，来之不易。那现在那些鸡算怎么回事？算你们鬼子进村抢来的？还是算赌债？黄庆元老婆签字同意的。但是这些鸡呢，来之不易，怎么能随便送人呢？怎么能给钱就卖？给钱就卖就是个幌子。我们其实卖出去的价格一点也不低啊。给包蛇的鸡算我账上，算我为爱情付出的代价。这炮买卖呢，也算是亏了。别发牢骚了，抢下6000只鸡，黄庆元的项目也算开张了。下一步，暴利就来了。我和执法局的人沟通过了，争取到长明保险公司去执行黄庆元在长明保险的股权。这要执行下来，亏空全部弥补了。哼。
裴主任呢，放心吧，啊，光明别墅，账务上做个处理就成了。这种事情嘛，财务公司都有经验，查不出来的。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还是您有办法啊啊！不过你也放心，老陆那边一定会配合的。哎呀，这区小事不提了。这么说，你就要去荆州上任了呗？啊，是啊，党组正在开会研究，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这件事基本就这么定了。副总啊，这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要不是您在领导那儿吹风，领导能这么快决定就要重用我？你知道就好了，啊？哎呀，皮主任呐，咱们是啥关系啊？啊？虽然没一起扛过枪、下过乡，但毕竟在一起共过事啊。更重要的是，咱们在一起发过财呀！哎呦，我的好哥哥呀，是您发财，您发大财，我呢，我能跟着喝点汤就行。哟，你这到了荆州当了董事长，那就不是喝汤的，那可是要吃大肉的啊！您的意思？哎呀，皮主任呐，这个人的心里嘛，他都有个魔，叫心魔。你说也怪了，啊，我这只要一见到你，我这心里就魔动不安了。我也知道这不好，可就是避不了，咋办呢？哎呀，副总啊，您这什么魔呀什么的，我是真听不懂啊。您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还不是景风精神矿的事儿啊！啊！本来你们集团的战略委员会已经定了，15个亿给我。可是因为那个齐本安去那儿了，再加上那个牛俊杰在那起哄，把这个事情就给降下来了。现在你这一去呢，明白。只要林董那边不改主意，我一去，我立刻给您办。哎呦，好了，那就好了。哎呀，我们长命保险呐，现在1个月的保费收入，那就是6、700个亿呀。年收入呢，它就是7、8千个亿。能买的东西实在是忒少了。你们荆州能源呢，又不善经营，好好的矿都开不下去了。你不如按市价还给我了。我包装一下再上市呗。上市好，上市好。各位旅客，因首都机场天气原因，我们抱歉地通知大家，本次航班备降天津国际机场。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具体起飞时间另行通知。林董，秦总的航班备降天津，预计要晚3个小时。另外，医院那边打来电话，高董突然昏迷，正在抢救。满江同志，要不再等等吧？好了，同志们，现在开会，不等了。不讲政治，不讲规矩，和集团闹独立性，拒不执行集团的战略决策。这样的干部，在中孚集团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建议撤销齐本安荆州中孚董事长的职务，重新安排其他工作。派集团办公室主任皮丹同志接任荆州中孚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新的荆州中孚领导班子排名次序为：皮丹、陆建设、石红杏。陆建设袋子拿掉，正式任命为党委书记。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满江同志，我反对。好，金英同志有话就说，我们洗耳恭听。这2个月成本花去了不少，已经大几十万了，但仍看不到希望。秦国，
李总虽然没说话，但是你不惭愧？惭愧，我无比惭愧。但现在好歹呢，我们缴获了钱荣成一辆大奔，即使到时候账收不上来，我们不至于亏本呢。大奔是你缴获的，那是李总足智多谋。百夫啊，话可不能这么说。难道秦父不足智多谋吗？我一直在讲，我们的同志要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光明就在前方不远处，最多10米。钱荣成到现在都没有灰心丧气，还准备骗银行呢。他大讲他和傅长明、黄清源、秀媛3结义的故事，还有根有据。我还听说傅长明替他还了8000万的账，令我目瞪口呆啊！哎呦！哎，对了，副总，听说您花了8000万把钱荣成给摆平了，真的吗？哎，没办法，我本来是不想给的，哼，哪来的什么10个亿的交易费呀？全都是讹诈呀！哼，可是咱们领导呢？现在是仕途的关键时候啊，我又不能让这条疯狗乱咬啊！这不，我就白给了他钱荣成8000万，这是一个油水很足的肉包子。那这不会是肉包子打狗吧？这不应该了吧？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肉包子。要我说呀，这个钱荣成为了翻身，什么不要脸的事都能干得出来。哎，还有那个黄清源，虽说你们3个是杏园3结义的兄弟，可是那2位啊，都不是好东西。副总，您一定得小心点儿。是呢，是呢。哼，哎呀，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沾上了这2坨屎啊！可是这2坨屎呢，还就是偏偏把我当个牌打。哎呀，满江同志，我不同意你对齐本安同志的评价。你找我来征求意见的时候，我就明确地表示了我的意见，不宜动荆州班子。在这儿，我也向同志们重复一下：齐本安到荆州仅2个月，刚刚熟悉了情况，因为同事间的一些琐事，就动干部不太合适。今天，满江同志又提出了一个皮单，让这位同志去接替齐本安，就更让我感到不安了。也许皮丹同志是一个好的办公室主任，但他不是一个好的董事长。他在荆州中福任职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回吧，哎呀，要是时间允许的话，我得给你送个行啊！哎呀，咱们还客气什么呀啊？不过副总啊，钱荣成可千万别出什么麻烦呢。你让领导放心，我8000万还卖不下这张臭嘴啊！明白明白。哎呀，不用送，我走了。那我就不送了。不送。副总，钱荣成刚才过来了。他来做啥？想要见你，还带了一张8000万的欠条，还说有个什么计划想跟您汇报。我让他走，他就是不肯，跟我大扯什么杏园3结义。哼，这叫啥呀？这就叫贪得无厌，不识时务啊！他这是不想这么死了，还想挣扎，想着东山再起呢。他做梦去吧。时代变了，往后是大数据时代下的虚拟经济。他钱荣成还想保住他的那个荣成集团，我拿定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另外，我非常担心荆州班子出现逆淘汰现象。皮丹、陆建设都是从荆州上来的干部，荆州中服的干部群众对他们的底细一清二楚。拿下齐本安，让这样的干部主持工作，不服众啊！
好，有话就说，民主集中制嘛，啊，大家也都说说吧，啊，靳总。我也说说啊。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说了，满江同志定了的事情那就执行呗。但是金英同志有看法，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么我作为荆州中府前任兼职董事长，我也不能沉睡了。金英同志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其本案不讲政治，不讲纪律，还严重违反了中央8项规定精神，顶风违纪，这是要不得的，影响非常严重，影响非常不好。其本案上任之后，借口说是找我交接工作，说是一路在追我，实际上是在他的办公室主任吴斯泰的陪同下，花着公款在游山玩水。林董、靳董，关于游山玩水，我想说明一下。关于齐本安所谓的游山玩水，就是这样。希望靳董和同志们不要以讹传讹，对齐本安同志造成不良的影响。不是，季勇同志，你能不能说说清楚，什么叫做以讹传讹？你能说明白吗？好了，季勇同志，你说完了吗？就说这些吧，这些意见，请同志们认真考虑。很好，啊，很好。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就是要集体决策、集体领导嘛。要民主，也要有集中。那现在咱们就集中一下。好，我再重申一下我的意见啊：撤销齐本安荆州中府董事长，任命皮丹同志接任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荆州中府新一任领导班子排名次序为：皮丹、陆建设、石红星。陆建设代字拿掉，正式任命为党委书记。现在我们表决一下。手放下。2票反对，3票赞成。高东和秦总2票弃权，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好，同志们，散会吧。等等，满江同志，那齐本安同志怎么安排？这个就不用在会上讨论了吧。我送皮丹上任时会征求他的意见，根据他的能力，会安排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狗急跳墙了，这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接下来，张继英需要做的就是立即和上级组织汇报，抓紧部署，等待合适的时机，将林满江利益小团体一网打尽。我就说这个人啊，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家是大圣，是大神，到了你那儿，他翻不起大浪来。再是大圣大神也没用。那你倒不如让他回集团文宣部搞搞宣传，然后去云南、缅甸一带看看，再搜集整理一下中福集团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相关资料。这一下还成旅游团团长了，让他到处瞎转悠。这必定是你的师兄弟啊，你不能一下子把他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吧，主要是得先捋一捋他这炸起来的毛，得让他先安静下来。过去我就是这么做的，但这次不行。你说林满江这次对我下手，把我调离荆州中府，集团党组会上能通过吗？
我不过是配合正常的上任交接审计，发现了一些疑问，想查清楚，怎么了？我还真不信他李满江能一手遮天了。本案你不相信，明天林满江就让你相信了。人家审计就走走过场，谁会像你这么认真啊？啊，你就是不听招呼。但是集团不只是李满江一个人，还有张继英等同志呢。你能不能保持清醒？别再那么盲目自信了啊！喂，张书记啊，哎呀，正说您呢，您就来电话了，怎么了？是不是我的工作又要动一动了？你呀，就是聪明过人，一下子就猜到了。本案，我先给你通个气。党总今天晚上专门为你们荆州班子开了一个会，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你离开荆州县岗位，由皮丹同志接替你。我虽然是不同意，但是没有顶住。林满江他疯了，他真的胆大包天，他敢用皮丹啊！本安，你这次在荆州的一系列举措，也许是触犯出了林满江的核心利益，让他和他的利益集团无法容忍。其实，要不是集团党组限期整改，要不是组织上支持，林满江是不会派你去荆州的。他现在开始悔棋了，出手又快又猛。让我措手不及。昨天我还跟组织上汇报过，上级纪检委只是让我提醒你，要注意策略，要注意保护自己，让林满江充分暴露，未免不是一件好事。你收拾一下，明天我送你去荆州上任。大哥，你真的准备亲自送我去上任呢？那别人都看不上你，瞧不上你怎么办啊？我总得替你站个台吧。皮蛋，我是哪辈子欠你的？啊？满意了吧？满意，满意。不过大哥，我觉得要不然就算了，您就别去了。这集团公司一堆的事儿等着您处理呢。你也想像陆建设一样，让齐白安收拾啊？别烦了，我到荆州还要再跟齐百安谈一谈。让他别给你埋地雷使绊子，这个人呢鬼着呢。明白。那石红杏我怎么应对啊？这正是我要重点交代你的地方。本安，我觉得林满江对荆州中府的重视，异乎寻常，也很耐人寻味。还要亲自送皮丹上任，太反常了。也许是冲我来的吧，我等着他就是了。本安，我问你，你能不能忍辱负重，坚守在荆州？我的张书记啊，问题是我守得住吗？我相信你守得住，真的。还有一件事，我们是必须要去做的，就是矿工新村棚户区改造，组织上很关心，吕书记也希望能尽快启动。人家也要求我们这边能协助配合他们的拆迁工作。张书记，从林满江这么不计后果的决定来看，他是真急眼了。我看他不仅仅是想把我踢出荆州，他想把我踢出这个地球吧。你知道就好，我也不多说了。好，张书记，如果集团党组和林满江安排我留在荆州，那我就留下。其实别说荆州了，就是把我派到非洲、月球，我也得去啊。这是集团和领导的决定嘛。我知道，毕竟他现在还是一把手嘛。
行，那先这样吧，张书记，我也好好想一想。本安，我们得准备准备搬到月球去了吧？什么时候了？能不能不开玩笑啊？那我还能怎么着？陪你嚎啕大哭啊？不得有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吗？行了，别熬了，差不多洗洗睡吧。就算搬月球，也不是今天搬。你先睡吧，我再准备准备。睡吧，你不用等我。别弄太晚了。啊。本安，哎呦，哎，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啊？你这一晚上都窝在这儿弄这么多资料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别让你们老大给你玩壮脸了。哎呀，放心吧，不会的。这次啊，我已经牢牢地抓住了他的狐狸尾巴，我非要揭开李满江核心利益圈的画皮不可。不就是个小金库吗？我现在倒是怀疑了，你说石红杏记这些干什么呀？哎，我问你，皮丹那个别墅你是怎么审计出来的？通过一份会议记录的补充材料发现的，也是石红杏记的。对。齐本安，我可能是瞎想啊，你可千万不能上了石红杏的当。怎么会呢？我们俩现在可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是战友。这个审计的后果，石红杏可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知道啊，说白了吧，石红杏也就是怕承担责任，才成为我的战友的嘛。别担心，洗把脸，我得赶紧出发了。哎，红杏。哎，本安呢？病了吗？没有啊，在案发会场。好，好啊，就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嘛。哎，本安同志啊，你怎么在台下坐着呀？林董，我不是被你撤了吗？这不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吗？你怎么知道自己被撤了？谁告诉你的？还乡团都回来了，这谁不知道？我不得识趣点儿？那也给我坐到台上来，在我没有宣布你被撤之前，你的位置还在台上。好，好。吴主任在。林董都赐座了，还不搬个椅子上去？哎，好。
同志们，开会了。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中福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林满江同志在百忙之中莅临荆州。昨天党组会，高董和秦总都没有到场。半夜，会议快要结束时，高董和秦总分别从医院和机场打来电话，对拿下齐本安、任用皮丹的决定明确表示反对。但林满江以党组议事程序为借口，强行通过。我昨天给中纪委的李书记打了个电话，具体谈了林满江和荆州中福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绝不能换下齐本安。荆州中福现在的状况不是工作矛盾，是有人故意制造出来的麻烦。下面请集团组织人事部刘部长宣布任命。同志们，为了进一步加强荆州中福集团领导班子党的建设，经中共中福集团党组研究决定，任命皮丹同志为荆州中福集团公司董事长，任命陆建设同志为荆州中福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任命石红信同志为荆州中福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宣布完毕。林董，我是不是该下台了？同志们，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皮丹同志做就职演说。同志们，这个时刻期待已久啊！英子，林满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初心。他和齐本安都是从基层上来的，结果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啊。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这次搞咱们公司时，我才知道，原来齐本安和林满江、石红杏一样，都是劳动模范程端阳的徒弟。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传奇呀！是啊，的确是个传奇啊。不瞒你说，我呢就是看好齐本安，而且组织上对这位同志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他比较了解。本安同志的党性和原则性也像你，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就不能兼容于林满江和他的利益小团体了。是啊，齐本安难能可贵啊，守护着人民的财产，让些人寸步难行。福记源自荆州，创始人朱昌平、谢英子都是荆州人。当年他们是在战火年代中突围，而齐本安呢，他是在各种挑战中突围。最后，我相信，在林满江董事长的带领下，有在座各位同志们的奋斗和努力，我们荆州中福的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你知道吧？林满江对于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从骨子里是不认可的，所以他这个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我看就是个两面人。他没做集团一把手时还看不出来，做了集团一把手时，许多问题就逐渐暴露了，大搞圈子文化、帮派政治，最后竟然成了这方面的高手。
追逐着幸福，总有风雨骤。黎明的光辉穿透夜的黑，点亮你的美。谁搬就搬退，流星的不睡，生命的机会。世间的是非，总有个错对，去纯真去伪。烟雾会散在明月的两头，力量的交汇，正义的回馈，是无坚不摧。的人心相随，问死心无愧，最难能可贵。光明都洒在清风的左右。